白羊座12月出走频率很高，比如说去外地或者频繁的要跟异地去联络，去处理一些异地海外相关的事情，以及外形啊、造型啊，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会出现变化和调整的概率也是非常大的。伴随着水星在11月26日，火星在12月7日先后逆行在你们星盘的火象宫位呢，白羊革新求变的一个渴望会在12月异常的强烈，所以呢，你们常会有一些突发奇想或者是临时的行程、临时起意的一些事情，这对于工作读书就需要警惕一下，它可能会影响你的进度，因为白羊很容易因为突然的念头而改变原有的一些计划，导致比如说工作的安排一变再变。那这个突然念头可能是你自己灵光乍现，这个时候特别想要去做一个什么事儿，也可能是因为被别人打乱了节奏，比如说别人喊白羊去玩，那白羊就去了，晚上回来呢发现工作或者是作业还留了一堆，可以说12月的一个玩心有些重，或者说外界的一些影响也是比较多的。但我同时看到蛮多的白羊12月其实是有比较客观存在的课业啊、学之类的这种任务的，比如说考试啊、读书啊、开会啊、研讨啊、上课啊、教育啊、培训啊、文化啊、政治啊等等跟这种有关的，可能是你自己的需要，你自己给自己报了个课啊，或者是买了个书啊，也可能是你要陪孩子陪别人来学。总之按照道理来说，你是要有类似的安排，可是受到水逆和火逆的影响，你们12月上旬会学的不太成体系。那好的地方是你这个时候脑子开始变得比较清楚了，因为海王星8日就恢复顺行了，也就是说你的脑子不再是一团浆糊了，会舍弃掉一些幻想，开始付出很多实际的行动和努力。不过呢，这个时候可以看得出来，白羊可能你们是有一些进步，但是还没有那么快能够彻底摸着门道和规律，不论是在工作、感情还是读书方面。就这个事儿可能我做了啊，课我也听了，它虽然是进步了，但是好像又没有达到那种很理想化的一个地步。可是呢，不用着急，什么时间能够达到比较理想化的一个阶段性结果和成果呢？在12月下旬到1月份，所以其实整体来看也是蛮快的啊。在那个时间，白羊在工作、读书、减重啊等等各个方面的一些目标呢，都会有一套自己比较适用的一个方法。这套方法可能在别人身上不一定适合，但是对你来说，是你既可以坚持下去，又可以看到一些满意的一个成果的一个方法。所以呢，11月末、12月初，有的白羊可能在自己的一些热情方面啊、创意方面、创作方面啊，容易有一些反反复复或者有减退的一个力量。你要知道是水逆的影响，不必太苛责自己，等下旬就会好很多。那这也意味着找工作啦、辞职啊、跳槽，更多的一个概率是在下旬或者是1月份发生，或者说那个时候机遇会更好。因为白羊12月到1月的一个人际人缘运啊、贵人运啊、团体运是逐步变旺的。12月刚刚开始那一个礼拜，可能还是一个人作业，或者是一个人努力，或者是单线的工作，按部就班的去照一些指示去做事。到了中下旬，就会有一些团体活动的一些参与，跟人的一些接触和互动明显增多了。这也会让你们的工作啊，或者是财富变得热闹起来，线上线下都有可能啊。你们势必是会要更面面俱到的考虑到更多人的一些要求啦、标准啦，或者是要跟别人去互动啊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白羊，你个人的盈利得失或者是荣辱，它跟你个人的一些努力没有什么太相关，它会跟一些团体有关。也就是说你自己做的好呢，它不算数，它要整个团体好，或者说你在这个团体当中是表现好的才算是好。所以要提醒白羊的是，12月中下旬你不要风头太劲，你可以很出色、很亮眼，但是呢，功劳或者说出场的一个感觉一定是有好几个人一起，或者说大家一帮人一块儿，你别站到 C 位去。如果你是被推到 C 位去了，那白羊你要去提一下别人的劳苦或者是别人的作为，这样做呢会让白羊更顺。那这也意味着，如果白羊所在的圈子周遭整体有不错的这种利益的增长，那么白羊也容易在12月有收入的一个增加，而且它来的相对来说会比较轻松，因为没怎么靠自己，是借他人的力沾他人的光。那如果周遭的一个团体没有明显的变化，你的财也就没有什么变化。如果所在的团体的人不给力，或者说你没有处理好这一层团体和人际的关系，那么对于白羊的财和事业来说都是有点伤了。比如说你接手别人的事，结果呢接的不是特别好，所以要注意这一点。那爱情和人际方面呢，因为本月白羊的长辈缘、朋友运是很好的，所以很有机会在现实当中接触到新人，或者是被介绍对象，也有可能会遇到自己喜欢的这种纸片人啊，就虚拟世界的。同时有机会受到长辈领导的这种关照啊、认可啊，可能会直接给财给礼啊，也可能是重要客户的这种给予。桃花的类型也是偏年长，或者他也不年长，但是他有比较理性成熟的一面，也可能你感觉两个人挺同频的。另外呢，受到火逆的影响，白羊12月也要注意感情当中有这种救人的纠葛，就救人回来，或者是跟子女宠物这块有关的啊，容易有一些状况需要自己费心。它不一定是不好的事情，但是你肯定费的心力或者是费的花销要比往常要大，会有一定的消耗性。不过行运看的也是鼓励你们去面对，而不是逃避的。因为木星现在在3宫，日水在9宫，白羊现在在人际情感这块的应对处理上呢，比过去是有更多的方式方法了，所以你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，懂吗？你已经变了，因此不用担心会重蹈覆辙。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过去的人或者过去的问题可能会重现，但是白羊你的心态以及你的应对方法是截然不同的。这次的你是全新的，所以要更信赖自己的一种蜕变。每次行星逆行呢，其实某种意义来
说是好事，因为能够让我们看到自己失控之后还比原来好了。你只有被再次的击到，然后让自己失控之后看到自己的那一面之后，才会真正意识到 OK， 我真的跟过去 say goodbye 了，我不一样了。所有的白羊经过12月的水逆，一定会感觉到自己跟过往的不同，会感觉到自己的未来真的到了，过去的噩梦不会再来，因为你不会允许它再来。你们这次水星逆行呢，是逆行在你开智开悟的宫位，所以呢，你们会感受到自己在精神力方面跟过去有很大的一些不同，思维格局呢也会比周围很多人可能要高很多。这种成长会把白羊带向跟自己更匹配的一些社交圈啊、人际圈啊，带你去找更对的人、更对的自己。同样呢，美容健康方面呢，很多的白羊12月都会减重或者是增肌成功。另外的话，像心脏啊、睡眠啊、免疫力啊、过敏啊、血脂、血糖、血压啊等等方面啊，也容易有变化，正负的变化都是有可能的。可能是你发现这些方面有一些毛病，也可能是白羊会更用心的护理这些方面，把问题改善。那要祝所有的白羊座12月历经更始，除旧布新，好运。守护星水星逆行呢，所以仙女座的12月都不会太好受、太轻松。这种感觉11月末10天，可能有的仙女座就有了。那这次水逆特别的地方是，同时火星在12月7日也开始逆行了，水火这样一夹击啊，就很容易导致水深火热、水火不容。特别是在水星有关的领域，比如沟通、犯口舌，仙女座这个时候蛮容易跟人有误会，或者是感觉委屈的。还有就是工作上出错啊、犯小人啦，这种乌龙的事件，以及身体健康方面，包括自己和身边人的这种也要注意。还有就是交通外出啊、物流快递啊，家里面有东西损坏需要维修啊，尤其是电子类的一些产品，以及破财啊、丢失啊、走失啊等等。那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的12月过得好一点呢？仙女座减弱水逆负影响的方法有2个，但是针对的是不同情况的仙女座，请大家认真听，酌情的去进行对应啊。一种情况呢是针对你现在已经被搞得没有什么正事可做可忙，或者是日耗拖延严重的仙女座，那12月水逆减退的方法就是让自己找事做。这一批仙女座的12月越躺，你感觉运会越差，越没有希望，或者是你的身体越躺越没有力气。所以哪怕有的仙女座这个时候是没工作的，或者刚刚失恋，处在空档空窗期，你也务必要让自己爬起来，给自己制定每日的计划表，不能够让自己颓废下去。这个计划表呢，会让你们不那么精神消耗，不然的话12月你就容易陷入到一种低落啊、失望，甚至是自卑的情绪里面。那另一种方法呢，则是针对你的生活已经被其他人、被外界的环境所包围，搞得焦头烂额了，生活里面有一堆烂摊子等着人处理。可能你正在被家里的或者是房子相关的事情感觉到很烦，或者是自己人惹了一些麻烦，或者是公司工作的事情，也可能是健康的事情等等，让你很损耗。那这批仙女座12月水逆减退的方法，就是跟前一类仙女座是截然相反的。你们反而是要认清局势，别没事找事，需要让自己麻木不仁一点，12月你才会感觉好过一些，让自己像一个无情的机器那样去应对工作、生活、情感、健康等等方面的动荡。不要周遭移动，你也跟着起起伏伏不淡定啊！不要瞎忙瞎想，做不到事情呢就别懒别承诺。水逆的影响呢就20来天，那火逆影响是2个月，所以影响其实它不是很长久，熬一熬这个阶段就过去了。因此呢，你要是感觉真的被逼得无力回天了，没有路了，那这批仙女座呢，你就做好自己的事情，积累知识，认真生活。其他的人事呢，你就让子弹飞一会儿，甚至让对方自作自受一会儿，不要大包大揽，想着一下子去处理，因为你真的管不过来，你又不是超人。简言之呢，仙女座不论工作、财务、感情，12月都先顾好自己，把自己的日常工作生活维稳维护住，对周遭的责任意识或者是情感的投入别太重，也就是不要太受周围的影响。对于周遭的事情你可以去管，但是你不要超负荷去管，要有一个度。如果因为别人已经严重影响了仙女座自己的情绪、健康、正常的工作生活，那就说明有问题。那仙女座你就要先把自己给拉回来，顾好自己，懂了吗？不要因为任何人感觉自己好像过不下去的那种状态。那要祝所有的仙女座12月先呵护自己，再关爱他人，光明终将冲破暂且的黑暗，好运啦！我是艾达范老师，用心理心学引导我们自己更好的生活，拜拜。